敌人的第一波进攻，就是我新墙河北岸的柏林防线全线崩溃。日寇现在正在新墙河上搭建浮桥，准备跨越新墙河，对我第2道防线进行进攻。我前线阵地都在请求增援。薛长官。 要不要把第10军、第74军拉上去顶一顶？敌人这次是集中了2个师团加2个支队，一共12万人一字排开的集团进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把第10军、第74军压上去， 那就等于把这2个王牌军送入了虎口，岂不是正中了阿南危机的下怀？可是薛长官，现在我新墙河第1道防线已经被打穿。如果我们再放弃汨罗江的第2道防线，那么新墙河到汨罗江这100多里的门户将打开，敌人可以长驱直入，跨过汨罗江，直逼浏阳河。 长沙很可能就保不住了。阵地战我们完全陷入了被动，那就转为运动战，用运动战的战术寻找战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放开门户不一定是坏事。道路越畅通，敌人的先头部队 就更容易冒险推进，我军则可以利用他们前后脱节的漏洞，用撤往幕府山、大云山的部队，从侧面攻击敌人，斩断他们的战线链条，就有可能造成对敌分割围歼的态势。这样一来，又回到了您说的退后决战。 争取2翼的战术上，下命令吧。不能再犹豫了。命令杨森所属第4军、第58军，命令王灵基所属第72军、78军，立即撤出阵地，向幕府山、大云山转进。待敌向南推进之后，伺机对其进行侧击，分割敌人，造成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 放弃阵地，撤入幕府山，不行！我杨森不属兔，咋可能往山里头跑来？我宁愿让鬼子踩到我的尸体，也绝不给他们让开一条大路。你听我说，我是薛岳，杨副司令长官。让你们撤进幕府山，并不是逃跑，是让你们转移到敌人的左翼，准备从侧背对敌人发起进攻。你这个样子说，我就明白了。是。 立即执行你的命令。传令，第4军、第58军，立即撤离阵地，转进幕府山。是。不行，只要我王灵基还有一口气喘着，就绝不撤离阵地。我30集团军倾全部的家底，跟那狗日的日寇拼了算了。王副司令长官，让你们撤进大云山，不是逃跑，是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 由运动战和敌人周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鬼子手里把战场主动权夺回来，明白了吗？明白。执行。是。坚决执行命令。这2位仁兄，
当了副司令长官之后脾气见长啊，还要我1对1的做思想工作。你看我像保姆吗？老保姆。你想不通，老子还想不通嘞。这是学院的命令，想不通也要执行。命令部队，马上走入大屿山。哎，贻误了战机，我砍你脑壳哈！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是，司令部马上转移。司令，司令，司令！闪开！你管我干啥子？你快去找我的眼斗，去找我眼斗。是是。司令，找到了。龟儿子，笑啥子笑啊？我这可是英国货啊！狗日的小鬼子，老子跟你没得玩！老板，快点！按照日军现在的推进速度，最晚今天天黑之前，敌先头部队的第6师团就能到达汨罗江北岸。他们和后续部队之间有一个10几里的空档。如果这个时候命令我们山里的部队打他们后续部队一个伏击，就能彻底拉开他们和先头部队的距离。从而使作为先头部队的第6师团成为一支孤军。我们则可以调动主力部队对该师团进行围歼。如果能够实现这个战术目标，那么我军将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我就是这么想的。命令第27集团军的第4军、第58军，天黑以后出木府山，伏击敌后续部队的第3师团。命令王灵基所属第72军、78军，趁天黑出大云山，攻击敌40师团。告诉他们，此战的目的是彻底的延迟敌军的推进速度，不求全胜，只求拖住。拖住的时间越长越好。是。参谋长，马上给王灵基、杨森发报。是。小王，马上向30集团军和27集团军呼号。是。等一下，柯主任。由你亲自来发。其他人，把手上的活放下，外面等着。来吧。先给杨森发报，命令第4军、第58军，天黑之后向敌第3师团进行侧击。どうやら我々の行く手にはシナ軍の抵抗はないようですね。我が軍の爆撃と砲火を前にして敵は風前の灯火です。新垣川を守っているのは四川軍らしいが、この部隊は装備こそ劣っているものの大変粘り強いと聞いています。だがなぜ反撃してこないのでしょう。報告します。中野特務隊の偵察によりますと、新垣間南よりビケヤ湖の部隊は馬福山へ撤退しました。はは。節が不明を怯えて戦う意志を失い、ウサギみたいに逃げ込んだか。
政学は正面からの防御をやめ機動防御に切り替えたのです。大雲山と幕府山の側面より我が軍を攻撃、こちらの隊形を崩した後、飛散した隊それぞれと戦うつもりでしょう。戦上手の哲学でも一つ見落としが、それは我が大日本帝国第一軍司令官が園部将軍ではなく阿南中将殿であることです。おごる者は必ず滅ぶ。これは戦場での鉄則です。我々の哲学のような過ちを犯してはなりません。戦況は一瞬にして変わるのです。敵を甘く見ていると反撃の機会を与えることになります。肝に銘じます。司令官殿、哲学が戦法を変えてきた以上、こちらも調整が必要ではありませんか。同じく祈祷戦に。この度の戦いの目標はシナ第10および第74両主力軍を殲滅し、調査を占領することです。この目標を変えることは許されません。各部隊に引き続き攻撃を命ずる。もし側面よりの攻撃に遭遇した場合、その目にて反撃。引き続き進軍せよ。攻撃部隊の離脱等により哲学に反撃の機会を与えてはなりません。はい。参謀長宮殿です。将軍の阿南将軍より信濃軍の幕府山からの側撃に備えよう。また同時に速度を上げ戦闘部隊から離れるなと。阿南将軍も敵を買いかぶりすぎだ。侵攻開始以来我が軍の猛攻に敵は戦々恐々、逃げ出す間もない。奇襲なんてとんでもない。阿南将軍は我が軍に全速前進、離脱を防げとのことです。第六師団は我が11軍の子飼いだろう。彼らを信じてるよ。自分さえ守れば人の助けなど必要ないさ。また我々はもう3日3晩も休んでおらず、今夜くらいゆっくりさせてもらおう。英気を養い、夜明けから全速前進だ。しかし万が一敵を側撃あったら。杞憂ってものだ。大きな戦は一方的で、もし敵の反抗がなければ陛下の勇士たちの戦にかける士気が下がる。心配なのは敵との決戦がないこと。攻めてくるっていうのなら願ってもないことだよ。相手してやろう。从篝火的数量上看，人数应该不少。以我们和58军2个军发起冲锋，虽然有胜算，也会杀敌1000，自损800。集中我们所有的山炮，对准这些篝火堆，给我猛轰这些王八羔子，轰他个损兵折将，我们再发起冲锋。 将軍殿、重慶軍の砲撃に遭ってます。慌てるな。大部分は洞窟内で鳴らしているだけ。すぐに集合して撤退。敵の砲火に注意だ。はい、将軍殿。報告します。左翼へ大規模な襲撃が。どれほどだ。不明ですが、少なくないです。はい。すぐ
ぐ神田将軍に連絡。敵の阻害に遭っており、我が軍への加勢を一気に敵を潰す。报告，杨森副司令长官和王连基副司令长官分别来电。第27和第30集团军所部已经按照总指命令，分别于晚8点同时对敌第3和第40师团发动了侧击。敌人的第6师团有没有回去援助？暂时还没有接到军报。知道了。是。立即给侦察部队发电报，让他们密切监视第6师团的动向。好的。手島府佐太郎は脳があるんだろう。なぜ救援を求めてくる？手島将軍曰く哲学の主力にあい、故に。あるわけない。我々の前方はどこかわかるか？調査です。そう、調査。かつて岡村将軍が注意なされた真の帝国軍人なら、軍事的才能のみならず政治的脳がいると政治的に見るに、調査はもはやただの町ではなく重慶政府の一象徴である。調査が落ちねば重慶政府も投降などしやせぬ。だから哲学があえて誘い、ベキラ川まで進行させても老東川龍陽川を譲り調査を落とさせは絶対にしない。この2つの川は哲学にとって最後の防衛線だ。哲学は真の主力を龍江川に置くと確信している。よって幕府山のは哲学の主力であるはずがない。それでは手島将軍にはどう回答いたしましょう？手島府佐太郎の要求など構わんでよい。报告，进来。有新情况？这次我军陷于被动，都是因为直下情报有误，直下请求，给予处分。此次战役陷入被动，责任由我来负，跟你没关系。薛长官，可是我的若不是本长官的轻敌，本来是完全可以识破阿南危机的虚假情报的，所以你不必自责，回去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是。薛长官，形势有变。最新战报。我军从大云山、幕府山发起了对敌人的2个师团的侧面进攻，成功的将敌人已经连成一片的进攻阵线分割成了前、中、后3段。杨森部在中部缠住了第3师团，王连基部在北部迟滞了第40师团的进攻速度，而在前面的第6师团和枣园支队却没有回过身来增援第3师团，而在天亮之后，在汨罗江上搭建浮桥，准备渡江。要不要阻击第6师团过江？当然不要。如果日寇能够如期渡江，形势对我们就有利了。第6师团一过江，就必将完全失去后续部队的增援，这样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打狗了。老吴，战局终于向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了。司令官殿、第3師団長手島将軍、第40師団長雨谷将軍より電報。両隊は共に敵軍の大規模な側撃に遭い、現在激戦が続いているとのこと。手島将軍は第6師団に対し援軍を要請しましたが、しかし神田将軍の返事はなかったようです。
哲学が側面よりの攻撃を仕掛けてくることは予想していましたが、重火器を備え計6万の兵力を要する第3および第4中師団がなぜすぐに支那軍の奇襲を抑えることができず、まだ進軍できずにいるのですか。将軍殿、両将軍曰くこたびの襲撃は小規模隊によるものではなく、むしろ大々的なものだそうです。第6師団は今どこまで進んでいますか。第6師団はベキラ港において佳境中です。予定では明日ベキラを溶かし竜陽川へ進軍します。だが第3師団は進軍を阻まれています。公園を失い進軍すればするほど孤立し、敵に囲まれる恐れがある。士官として神田師団長はこの危険性もわからんのか。司令官殿、おそらく神田将軍は閣下の指令を全う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は。戦況は一瞬にして変わるのです。士官とは戦況を判断し、最も有利に作戦を遂行しなければならんのです。稲葉中将ならば後方からの援護のないまま孤立するような危険を冒すことはなかったでしょう。司令官殿、ではどうしますか。すぐに神田師団長に命じ渡河を中止、第3師団の援護に向かわせなさい。決して哲学の狙う罠に誘い込まれてはなりません。今すぐに発令してまいります。歩兵連隊に命令、人号〇〇までに華僑を完成させ、日暮れ前のペキラ渡航を保証するのだ。はい。第2連隊は武装の点検を行い、この作戦において将軍殿、穴見司令官からです。馬鹿げている。穴見司令官は我が隊に手島将軍救援に戻れたぞ。第3師団は3万のせいだろう。敵のちょっかいすら撃退できないのか。手島府佐太郎のやつは無能すぎないか。出兵の前、穴見将軍は直々におっしゃった。我々はドイツ軍のようにひたすらに前進せよと。司令官も再三言っていた。この作戦の目標は2つのみ。1つは哲学主力の第10、74軍を消し、哲学の両腕をもぎ取る。次に調査を落とし、重慶政府を意思喪失させる。我々は目標まであと一歩のところなのに、ここに至って穴見司令官は規定目標を放棄して手島将軍を救援しろだと。敵に休む間を与えろっていうのか。将軍殿、元計画通り行きましょう。大手を振って押し進み、我らは戦車で敵の対抗意識を踏み潰すのです。中止を前にしての調査入りは敵にとって痛恨の一撃です。陛下へのいい贈り物となりましょう。将軍殿、ともあれ司令官の命令に背くわけにもいきません。貴様は手島府佐太郎と穴見司令官の関係を知ってるのか。何ですか。2人は北海道の小さな漁村から出てきた同郷だ。穴見司令官と手島府佐太郎の気持ちはわかるんだが、帝国の利益に先んじてはならぬ。戦におき命令は絶対だ。佐藤。はい。貴様の先見は今すぐ準備。本日午後3時からベキラを渡航前進せよ。はい。前方来电，和第3师团、第40师团的战斗仍在进行，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恐怕支撑不了多久。告诉2位副司令长官，薛母知道他们很困难，从心里感激他们。
现在是我军由战场被动转为战场主动的关键时刻，所以请他们坚持，坚持住，坚持到敌人的第6师团过江。他们就是此役最大的功臣。我会在委员长面前为他们请功。喂，参谋长。喂。好。好。好消息。神田正主过江了。浮桥已经搭建好了，正准备渡江。你不来一下？何？神田師団長は軍令に従えんというのですか？それでも陛下の中心と言えるのか？将軍殿、第6師団は大半渡河を完了しており、撤退はありえないはずです。この作戦は本来一気呵成に進撃し敵を殲滅するというものでした。しかしこれではただ単に進軍したに過ぎません。勝利を得たとしても神田師団長に命令せよ。引き続き進軍し、節学が主力部隊を持って反撃してくるよう仕向けよ。第3および第40師団は敵を撃破した後、直ちに南進。戦闘部隊と連携し、敵主力部隊を包囲。これを殲滅せよ。はい。報告します。調査特務が極秘情報をつかみました。どんな状況なんだ？第9戦区暗号。これが意味するのは品越関数すべてがこちらに筒抜けになります。よし、よけた。薛长官，薛长官，你找我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就不说废话了。上次你说你是长沙以北金井的人，对。薛长官。你不会是想在我的老家金井跟鬼子决战吧？有这个意思。哎呀，这回薛长官跟我这个打游击的想到一块儿了啊！把金井的地形给我们介绍一下。
上官殿司令部へ宮殿。どうだ、阿南司令官も結局は我が隊の渡航を評価したな。しかしその代わり将軍は渡航以降の進軍は歩を緩めようと含みがあります。別に深い意味はない。狙いは結局2つ。まずは皇族の到着を待たせ、次に哲学主力と我が隊の決戦を。先遣隊に停止を命令。その場で待機。はい。我的老家金井啊，位于湖南东部山区，是典型的丘陵地带。这里道路狭窄，日军在这里根本无法一字排开向前推进。如果说敌人第6师团想要攻击长沙，金井是他的必经之路。您看金井这个地形，飘峰山和大高岭以这2个山为井壁，鬼子一旦入了围，那就等于掉进井里了。他再有优势，在这里也无计可施。而我们呢，就可以选择最合适的地点，给他们打一个伏击。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日后长途奔袭数百里，一直没有找着我们的主力。他一旦和第10军和74军交上火，他就会死死地咬住不放，那就落入我们的陷阱了。我们就可以利用金井的有利地形，围歼或者是重创敌人的第6师团，整个战局就会彻底扭转。那就下命令吧。命令：李玉堂的第10军运动到金井以北，以飘峰山为制高点，伏击南进之敌；王耀武的74军推进到金井以南，以大高岭为制高点，与第10军形成犄角，并伏击南进之敌。好，等等，我突然觉得这个计划有漏洞。薛长官，您是不是怕第10军和第74军如果出师不利，计划中没有后援支撑啊？对，这2个军如果出战不利，没有后援支撑，这就是个漏洞。那有没有别的部队可以调动呢？那只有动用长沙的预备部队。如果动用了长沙的预备部队，长沙就变成空城了。现在离金井最近的部队是哪个？26军、79军。对，让26军和79军作为第10军和74军的后备增援，这个计划就圆满了。可这2个军是中央直属部队，我们无权调动。参谋长，你去对李玉堂和王耀武下达作战命令，我去向重庆要求援兵。好。何副官，到。接重庆最高统帅部。是。参谋长，柯主任留下，其他人马上出去。委座，由于直下轻敌，也使战局被动，罪不可赦。但直下恳请处罚留待战后。今直下为了扭转战局，有一个不情之请，请委座恩准。准备好了，参谋长。放。是。《
報告します。敵の通信の解読に成功しました。この戦いに勝利した暁には松井機関に褒章を与えねばなりませんね。军长，这次薛长官同时派出我10军和74军2个王牌军出击金井，看样子是要到了决战的时刻了。阿南危机把打击我们2个军作为这次长沙会战的主要目标。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们得千万小心，别砸了我们泰山军的牌子。怎么会？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等敌人进了我们的包围圈，我们和王耀武部左右围歼，这不包饺子了吗？催促先头部队动作再快点，下午3点之前必须到达金井，并构筑防御阵地。好，我去命令。加快速度！大佐殿、各小隊配置につき、敵も我々の包囲圏に侵入しました。あと合図を待つだけです。俺の気持ちがわかるか？こんなやり方は大日本皇軍の威風にそぐわない。こそこそと隠れるくらいなら正面切って堂々と敵とぶつかりたいわ。戦争は勝つことは全てでございます。勝ちさえすれば何だっていいということです。知道了。现在就等金井前线的消息了。攻撃準備。はい。副骑兵，到，向师部汇报。是。说我们已经到了飘峰山脚下。是。啊不，等咱们占领了飘峰山制高点以后，再向师部汇报。是。一营到，从左边上。是。二营到，从右边上。是。三营和警卫连跟我正面推进，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出发。都给我提高警惕。主任，你怎么来了？什么事儿？您不是让我找有关柯丽娟的证据吗？我想我已经找到了。什么证据？您快跟我走吧，走。
走火了，找死吧你！怎么这么近啊？团长，这山上连个人都没有，哪来的热闹？这么大的枪声，怎么着也应该飞出只鸟来吧？毛远，到。团长，带个小分队，到前面侦查一下。是。1班、2班，跟我上。是。注意隐蔽！全隐蔽！報告大佐殿、敵の包囲が完了したようです。愚かな奴らめ。第六師団が包囲した墓場とも気づかないでな。誰一人生きては返さん。大佐殿、では攻撃開始しますか。いや、もっと引きつけろ。报告师傅，我们骚到鬼子伏击。是，弟兄们，准备战斗。再说一遍。第10军李玉堂报告，其先头部队的一个团遭到日军伏击，损失过半。这不可能啊！不可能！司令官殿、神田将軍より報告。第6師団は敵主力第10軍を家内にて包囲しました。第74軍はどうしました？我が軍の目標は哲学の精鋭部隊であるあの男の両腕をへし折ることです。神田将軍は半分の兵力でもってまず74軍を置く太閤嶺を占領し、続報では74軍は現在包囲網に向かって進行中。よしよし、これはまさに陛下の御心の賜物であります。今度こそ哲学の一騎の根を止めてやりましょう。はい。现在就看74军了。要是王耀武能占领大高岭，和第10军形成犄角之势，即便不能击溃第6师团，至少也不至于被日寇围歼而全军覆没。
74军在向大纲领推进时遭到日军伏击，损失惨重。快！命令李玉堂撤出金井，命令王耀武撤出大高岭，后退10里，到春华山一线集结，等待与26军、79军会合之后，再以敌决战。快！是。这个薛长官，自从第2次长沙会战以来，他就没有下过进攻的命令，全都是撤退、撤退、撤退。真他娘的窝囊透了！军座，我们突然遭遇伏击，情况不明，如果不赶紧撤退，恐怕什么？正因为敌情不明，他凭什么让我们匆忙撤退啊？别忘了，我们泰山军的称号不是靠撤退得来的。军座的意思是，飘峰山上的鬼子，顶多1个大队。凭我们第10军现在的实力，能让小鬼子1个大队打得我们夹着尾巴逃跑吗？军座，您是怎么知道他们只有1个大队啊？我怎么知道？别忘了，老子是从枪林弹雨滚过来的，从敌人的枪炮声中听到的。军座说的有道理。飘峰山，薛长官，对不起了，恕职下不能从命了。报告军座，你们2个谁先打头阵，拿下飘峰山？当然是我了，这每次都是你御史师出风头赏大洋，怎么着也得给我190师留一个机会吧？军座，我190师保证在天黑之前拿下飘峰山，若有闪失，我朱爷提头来见。你讲不讲道理啊？朱师长，你有此豪情，定能克敌制胜。谢军座。薛长官，吕玉堂拒绝执行撤退命令，擅自做主，对当面之敌发起了进攻。亡我者李玉堂，给这个老东西发电报，严令他执行命令，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如再抗命，军法不饶。是。等等，不能再用电报发布命令了。为什么？阿南危机之所以步步走在咱们前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密码失窃。所有火力，用火力覆盖。是。
为什么？军长已经把任务交给我们190师了。我们第10师358团的任务怎么就成你们的任务了？这是上级的命令。可我死了那么多弟兄怎么办？你们住！我一个师长还用跟你一个团长在这解释吗？你的任务撤了。 将軍殿、まさか信長にこう申されるとは無能でした。自分は腹を切ってお詫びします。佐藤よ、兵福さんが落とされた責任は貴様にはない。おびき寄せのせいだ。わかりません。あれほど重要な戦略的要害をなぜ一個大隊程度に攻めさせた？分かってたんだ。貴様の兵力では第10軍の一個師団の突撃を抑えられるのは。わしは火力支援すらしなかっただろう。負けさせるつもりだったのだ。将軍、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兵福さんを使った戦略だ。まるで磁石のようにこの要害を使って第10軍2万の兵をこの地へ吸い寄せ、それを包囲して潰す。忘れてならんのは相手は哲学ということ。もし兵福山の陣を堅守し敵の撃退を続けたら第10軍はすぐさま撤退するだろう。それでは第10軍を壊滅する絶好の機会を逃してしまう。理解しました。日本人是怎么获取我们的密码的？薛长官，如果我跟您说，在您的作战司令部里面隐藏了一个很深的日寇间谍，你相信吗？其实，我们早就怀疑司令部里头有内鬼，只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彭主任。 你如果有什么线索，但是我无妨。薛长官，你下的每一步棋，阿南危机好像都有先知。这只有一个可能，是敌人利用获取的密码，破译了我们用无线电发给作战部队的作战命令。是。你是说，你知道我们司令部的内鬼是谁？彭主任。 你就别墨迹了。谁？机要室主任柯丽娟。你有什么证据吗？ 这是我刚得来的证据。一样。这飞鸟什么意思？这应该是一只要飞的鸽子。我敢肯定，这是日本间谍给柯丽娟下的某种指令。从哪儿弄来的？这里吗？就那儿，就那个门上。您看，就这个。这能说明什么？ 这是陈明运贴在这儿的。
站住！我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我想进去拍一张薛将军指挥作战的照片，登在中央日报上。麻烦你替我通报一下。这里是军事禁地，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司令部。我是中央日报社的陈明运。我说过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司令部。你请吧。 你是说陈明运在命令柯丽娟撤离？您看这画，这画着鸽子，不就是撤离的意思吗？这么说，他现在还没看到这幅画，还不会撤离。可是我不明白，这日本特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命令柯丽娟撤离司令部呢？我也觉得特别奇怪。如果柯丽娟真是他们卧底的话，为什么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放弃潜伏呢？ 小张，彭主任，把门打开，进去看看。是。你们在屋里发现什么了？现在急需要密码，不可能，密码根本带不出司令部。用它拍张胶片带出来。那我怎么把胶片给你啊？我现在进不了司令部，可司令部不管男女，所有人都要上厕所。我们唯一能够见面的地方只有这个厕所。我明天来这里取胶片。 柯主任，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必要的时候，为了你的安全，我会把暗号放在厕所里。你一旦看到暗号，好，你马上撤离，一刻都不要停留。放心，放心，我相信你，明月。 走。
小王，对不起，我刚才接了个电文，着急了，没吓着你吧？啊，没有，没事儿。那我先出去了，柯主任。这些资料虽然疑点重重，但也只能证明柯丽娟是一个青帮分子，并不能说明她就是内鬼。没有直接的证据。报告，进来。薛长官、参谋长，经我们仔细排查，几次泄密的时间、地点还有情报内容，都交汇在一个人身上。谁？机要室主任柯丽娟。立刻逮捕他。是。关闭司令部所有电台。从现在开始，前线将领们只能靠自己相机行事了。看见柯主任了吗？柯主任在厕所里。哎，柯主任，参谋长有一份重要的电报，需要你亲自来发，都等着你呢。好，快走。哎，柯主任，你被捕了，带走。奇怪，军座，怎么了？我给薛长官发去的拒绝执行他撤退命令的电报，怎么至今不见复电呢？薛长官，柯丽娟，我们已经审过了，她对密码泄密一事供认不讳。她还交代陈明运是她的上级，鸽子图案是让她撤离的意思。还交代什么了？因为陈明运跟她是单线联系，所以其他的事情她并不知情。对了，薛长官，柯丽娟请求见您一面。见我？是啊。带他来。是。薛长官，是我用人不当，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行了，现在不是追究谁责任的问题，只是这仗打得太窝囊。那么重要的部门，竟然有内奸，这仗还怎么打？以后招人要引起注意。是。还有，每个部门要彻底清查，我们不能再败在自己人手里。不用了，柯丽娟，你来见我有什么话要说吗？薛长官，我真的不想当内鬼，我是迫不得已的。日本人绑架了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
我如果不按照他们说的做，那我在上海的亲人就都得死。父母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你说他们因为我就要没命了，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见死不救吗？薛长官，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的家人。要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我也不可能走到这一步。求求你，我不想让我家人离开我。可是你泄露情报，我们无数将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直到现在，第10军2万多弟兄还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他们也有家，也有父母亲和兄弟姐妹。薛长官，你是个孝子，我也是个孝子，我这么做都是在尽孝啊。别说了，两码事。薛长官，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我会戴罪立功的。不行，柯立觉，你手上的血债实在是太多了。拉出去执行吧。是。陈明运怎么处理？全城搜捕。哎，等下，我想，我们能不能先不动这个陈明运？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将计就计？啊，蒋干盗书。王元武根据我的命令，已经撤离到春华山一线，基本上跳出了日本人的包围圈。可第10军拒绝执行撤退命令，而落入了敌人的陷阱之中。最要命的是，由于敌军掌握了我们的密码，我不能再向部队下达作战命令。李玉堂只能使孤军作战了。第10军2万多将士，现在陷于2倍于我的第6师团的包围之中。最关键的是，李玉堂并不知道他的处境非常危险。如果第10军全军覆没，那么整个战局自抗战爆发以来，我薛某何曾遭受过如此的失败？血的教训。回总，已经2个多小时没收到前方的军报了。就好像一切都突然停止了。立即接通薛伯龄电话。是。麻烦接通第9战区司令部，要快。什么？回总，电话打不通。这条电话线就像是连接中国命运的生命线一样重要，
怎么能打不通呢？直辖马上派人抢修。喂，喂，喂，重庆的电话还是接不通。这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连老天爷都跟我们作对了。薛长官，我说吧，都什么时候了，有话还不直说？好，第10军虽然身陷重围，遭受重创在所难免，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转机的。是吗？为什么？因为薛长官您的辩阵。你已经命令74军退至春华山一线。春华山一线道路曲折，地形险要，第6师团的机械化部队无法在这儿展开。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一线跟敌人决战？当务之急是要把李玉堂的第10军捞出来。第10军的转机在于第26军和79军。如果不出意外，这2个军会在明天中午之前赶到南北2处敌人的背后。这个时候，春华山的74军如果杀一个回马枪，那么我们3个军就会对第6师团形成一个反包围。对，李玉堂被围在中间，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再奋力往外突围，再强悍的日军也扛不住腹背受敌，那么第10军之围就迎刃而解了。有道理。但是关键的是，在没有接到任何作战命令的情况下，我们的3个军能不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在敌人背后发起进攻？这个不用担心。1等26军、79军到达指定位置，我就会重启电台，向部队发出作战指令。这时候日军就是破译我们的电文，他也来不及了。对。可问题是，李玉堂的第10军能否坚持到明日午时？是我不好，是我太无能了。小马，小马，让我一起死，让我一起死！
刚才还在一起执行任务呢，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太无能了。你可别死！你要死了，我怎么向你妈交代？活着挺好的，只有活着才能给他们报仇。马威，你多大了？18。那你刚参加队伍时多大？16。16，哎呀，如果没有战争，你应该在学校里上学。我呢，还是个破警察。不过我有个漂亮的媳妇儿。你知道我现在活着是为什么吗？就为了报仇，杀小鬼子，见一个杀一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我要把小鬼子全杀过。怎么了？我放跑过一个小鬼子。因为他和我差不多大，还是个孩子，我想，我要是向他开枪了，我打死的就不只是他，还有他的妈妈。我一想到这儿，我就手软了。你还是个孩子。快要打大仗了，你准备归队吧。记住，下回再碰到这种事儿，你千万不能犹豫。小鬼子就是小鬼子，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武士道训练，根本就没有人性。你不开枪打他，他就开枪打你。记住了吗？记住了。调整下情绪。准备归队。金井的地形就像一口深井，而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井底。虽然还没有和敌人展开强烈对攻，但是据派出去的侦察部队报告，在我们的南面、北面还有东面都发现了鬼子。显然，我们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既然如此，那就按照长官司令部的命令，往春华山一线集结。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的侦察部队发现，在那个地方有我们的敌人。我们不清楚在我们的周围究竟有多少鬼子的兵力。如果神田正中聚集麾下所有的军来打我们一个军，形势非常险恶，是我李玉堂自己惹的祸，我得自己扛到底。长官司令部已经中断了和我们的联系，我担心薛长官那里可能出了什么事。我的设想是，如果敌人发起攻击，我们要以飘风山为支点，尽可能的阻击一阵。等了解敌情以后，再寻找敌人的薄弱点，攻击突围。各师的分工是：190师坚守飘风山阵地，一直坚守到
大部队找到突破口以后，立即转为断后，并随大部队突围。是。第3时，驻防南面。如果敌人发起攻击，只要守住阵地，切忌盲目出击。是。预备10时，驻防北面之敌，以金井小镇为支点，消耗敌人，并为大部队突围寻找方向。突围时，由你部担任先锋任务。诸位都清楚了吗？清楚了。